爹，咱们绑哪个？绑最能打那个，腰好，能生。生孩子不是女人的事儿吗？苏成瞪了儿子一眼。你懂个屁呀！男人腰不好，女人有的生吗？哦，他真的穿越了，从堂堂军医博士兼王牌狙击手，变成了一个目不识丁、体重超200的古代小胖子。好吃懒做不说，还在村里横行霸道，是个不折不扣的乡村小恶霸。真是活久见，苏老爹竟然为了闺女的终身大事，提刀上村子里给她捉婿去了。别真给他捉个男人回来吧。哎呀，闺女，你醒了！我的闺女啊，你可吓死爹了！以后别再做傻事了，知道吗？那姓何的小子不值得，爹总有一日会把那小子剁了喂猪。苏小小不太适应突如其来的家人，顿了一下。我没事。不对，你有事儿，你都不哭了。我难道要给你上演一出一哭二闹三上吊？记忆中的苏胖丫还真是这样，苏成太过溺爱这个女儿，从来不舍得狠下心来教训她，这就导致苏胖丫的性子越发飞扬跋扈。我想通了，姓何的也不咋地，配不上我，改日不用爹你动手，我自己来剁。哎，这才是我闺女。嘿嘿，闺女啊，爹有一个好消息，还有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都行。哎，爹给你绑了个夫君，比那姓何的好看100倍，你肯定会喜欢。天哪，还真给他绑个男人回来了。那好消息呢？苏成古怪地看了女儿一眼，刚才说的不就是好消息吗？苏成清了清嗓子，改了一下措辞。这好消息呀，就是你不用再生娃了，女婿都给你生好了。什么叫那个男人都给我生好了？这家子的脑回路有没有一个是正常的？那谁，二狗子，把人给你姐带进来。哎，来了。苏小小扭头一瞧，就见1个、2个、3个奶唧唧的小豆丁抱着包袱排站。嘿嘿嘿，绑1送3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呀？穿越过来的第一天，人生大事儿直接给整了一半了。所以他上辈子母胎单身27年，是因为没有碰上这么一个高效率给他捉婿抓娃的爹吗？闺女，闺女，闺女。爹，我姐她咋又晕了？是不是吓到了？就你姐这胆子，谁能吓到她呀？她这是高兴的，没听你姐说是好消息吗？我姐是那个意思吗？这村子里行时摆席，这苏家父子和苏胖丫只管过来蹭吃蹭喝，从不给一个铜板的份子钱，如今倒是有脸找他们要，简直是变相打劫。咋要3份呢？他可不怕苏家3爸。苏二狗举起一个小豆丁，理直气壮地说道：大婚满月抓周。另一边，苏小小眨了眨眼，蹲下肥胖的小身子，用力将对方翻了过来。好歹是给他抢回来的夫君，他总得验验货吧。说好的比何东升好看100倍呢？就这。还一睁眼就看见一个胖女人趴在他的腿间，鬼鬼祟祟地对他做着什么。苏小小正在给他检查伤势呢，忽然感觉一阵杀气袭来，凭借着前世训练的格斗术，他抡起自己的小胖胳膊，敏捷地挡住对方的手腕。你是什么人？苏小小仗着体重优势，一屁股将他的右胳膊坐在了下面。你还动手伤我不？不伤我的话，我就不继续绑你了。你究竟是谁？想做什么？还其他人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在路上受伤晕倒，我家里人把你救了回来。我方才是在给你检查伤势，
检查伤势需要脱裤子啊？你裤子上有血吗？总要看看伤在哪儿了。那不是我的血。我现在知道了。所以你已经也不是很好看。世上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，看光他还嫌弃他。怎么忽然不说话了？不会是被我做傻了吧？他看向苏小小的眼神有狐疑，有防备，独独没有看一个满身肥肉的胖子时的异样与鄙夷。你说是你家人把我救回来，他们可还说了别的？说你是我夫君，还说你给我生了3个娃。苏小小蹲在地上画圈圈，寻思着该怎么把这个场给圆过去。你饿了？我去给你拿吃的。苏小小把自己屋里的小桌搬来，放在她的床上，又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红薯汤与一盘韭菜盒子搁上去。平日里她懒得下床，苏老爹和苏二狗就这么投喂她的。她强忍着喝了一口红薯汤，惊讶地发现味道居然很不错。红薯的糖分熬进了汤里，甜中带着微微的咸口，再配上一点清新的小葱花，口感不比京城的厨子做得差。他又尝了韭菜盒子，哟，外酥里嫩，味道也十分惊艳。这些不是这个女人做的吗？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魏婷。苏大丫。吃过饭之后，魏婷歇下了。苏小小洗完碗筷回屋，一头栽倒在自己的床上，约莫是想着那个男人的伤，迷迷糊糊间，他梦见自己回到了基地的药房。他抓起桌上的急救包，从货架上挑选了一些应急的药品装进去。苏小小自己都笑了，他是有多敬业，连做梦都在想着给那个男人治伤。下一秒他笑不出来了，他赫然看见自己手中多了一个急救包。大丫啊，我回来了。3个小豆丁被迫营业了一整天，回来的路上累得睡着了。苏二狗一手一个，苏老爹抱了一个。想不到那个男人居然能生出如此浴血可爱的孩子。爹，他们醒了，可算是醒了，累死我了。抱着走了几里路，他胳膊快断了。是错觉吗？为何感觉他们不像是刚睡醒的样子？不会是一路上装睡，拿苏老爹与苏二狗当了代步工具人吧？应该是我想多了。2、3岁的宝宝不会那么腹黑的。你们叫什么名字？3个小豆丁唰地绕到苏二狗身后，害羞地藏起小脑袋，像极了3株小小含羞草。这副害羞的小样子可把苏小小的心给萌坏了。他们哭吗？不哭，乖着呢。这绑回来的帅女婿、帅姐夫人呢？一日不见的功夫，怎么变成猪头了？这就是你们说的比何童生好看100倍的男人？闺女啊，你得相信爹，他真好看的。姐，你揍他了？他自己摔的，我没事揍他干嘛？你可真是我亲弟。既然是摔的，那等痊愈了就没事了。闺女啊，爹给你买了你爱吃的桂花糕，谨记的。咱们家的银子不是花光了吗？苏老爹把自己的棺材本都搭进去给何童生下聘了。嘿嘿，份子钱。什么份子钱那么多？还没吃饭吧？哎呀，你饿坏了吧？爹做饭去。不用，我做了。二狗，吃饭了。哎，爹，你做的？不是，你姐做的。不是吧？我姐她……苏小小把一盒子桂花糕打开。这个你们也吃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减肥，就不吃这些甜食了。爹，姐她是不是脑子坏掉了？
你脑子才坏了呢！姐做的东西能吃吗？下一秒，他被啪啪打脸了。他姐做的东西太好吃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急救包也一起穿过来了。不管了，先救人要紧。魏婷的伤势恶化了，苏小小不再耽搁，解开了魏婷的衣衫。这个男人的身材太极品了。苏小小用生理盐水为他清洗了伤口。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我要给你缝合伤口了，你别乱动。苏小小给他进行了局部麻醉，缝合完伤口，缠上纱布，他拿了2粒消炎药让魏婷吃下。魏婷再也撑不住了，闭上眼昏睡了过去。翌日，苏小小努力起了个大早，他得去一趟镇上，200文一家3口吃都够呛，得想法子挣钱呢。苏胖丫，哟，姓何的。苏胖丫，你够了，你不要阴魂不散的。你以为我是来找你的？难道不是？也是。你做什么？彩礼啊。你不会只悔婚不退彩礼吧？你什么你？上青楼找小官还得摸2把才给银子呢。我1没和你拜堂，2没和你洞房，你可别想赖一个铜板的账。你这个胖女人，竟把我比作青楼的小官，偏偏那银子我已经花掉了一部分了。你要是不还，那就只能衙门见了。为了这种事闹上衙门，你就不怕丢脸？哼，丢脸的难道不是你吗？彩礼是你收的，亲事是你答应的。我那是被媒婆骗了。一个乡下媒婆也能把你给骗了？我看你别念书了，回家种地吧，脑子里的水兴许能浇个2亩地呢。2个同窗和四周的百姓也纷纷围了过来，感情是这书生被媒婆给骗了，然后大婚当日他悔了婚，现在不退人家彩礼了。哎呦，姑娘，他欠你多少彩礼银子？20两。娶个媳妇才2两银子，虽说上门女婿贵了一些，可也不会超过6两。苏胖丫，你也不看你自己什么德行？我什么德行？耽误你欠我家彩礼了吗？四周异样的目光越来越多。说不定是你们伙同媒婆一起骗我上门的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既如此，我们公堂见。站住！你们苏家在村里横行霸道，做了多少混账事啊？真进了衙门，你出得来吗？苏小小理都没理他。苏胖丫，决定还钱了。银子我可以退你一半，这件事就此作罢。你东西掉了。什么？脸。你官差大哥。15两，15两总可以了吧？18两。苏小小来到了捕快身边。怎么，有事？我给。我想问官差大哥，锦记怎么走啊？眼下有银子了，他就想着给魏婷和3个小豆丁换几身乡下的衣裳。他又去了粮铺，买了20斤玉米面、10斤白面与10斤大米。等去买肉时，人家已经快收摊了。腊肉怎么卖？50文一斤。哎，这都是好肉啊。这么贵？啊，这还贵？我这是最便宜的了。那你上别人家问问，这至少得60文。新鲜的肉呢？关门的生意了。你要的话，10文一斤给你。苏小小决定买新鲜的肋排和五花肉，回去自己做。屠户见他一口气买了几10斤。那个姑娘，我这儿还有一副猪下水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拿去好了。谢了。要做腊肉，就少不得盐巴和香料。等苏小小采买完，差不多下午了。这么多东西，苏小小自己是搬不回去的。也是他运气好，竟然在集市门口碰上了赶牛车的老李头。哎，李大爷！老李头拉了牛车就跑，苏小小拦住了他的去路。李大爷，我要回村，劳烦你捎我一程。以往的苏胖丫可没有这么客气，老李头暗骂自己倒霉，昨天刚被讹了份子钱，今儿个又碰上了。
老李头哭丧着脸，让苏小小连人带货上了牛车。哟，这不是苏哥的闺女吗？这么巧。完了，一伙的呀，他这一牛车的东西要保不住了。刀叔，这么巧啊？哈哈哈哈！哎，对了，你爹最近可好啊？老样子，我瞧刀叔倒是越发精神了。小侄女儿，今日啊，你就算了。喂，老头儿，哈哈，兄弟几个最近手头有点紧，借点银子花花啊。牛车上可不仅有他家的东西，还有乡亲们的，若是被抢走了，他赔不起。刀叔，牛车上有我的东西。哦，哈哈，那哪些是小侄女的东西啊？啊？都是。你确定车上的东西都是你的？刀叔说了不为难我，不会食言吧？张刀捏了捏拳头，一把揪住老李头的领子。你身上的银子交出来！老李头去摸自己的钱袋，却只摸出几个稀稀拉拉的铜板。他的钱呢？苏小小惋惜地说：哎呀，看来刀叔今天运气不好。哼，刀叔慢走，还不快点回村，想让我爹等多久？老李头心疼自己的200个铜板啊，他的血汗钱呐，让哪个手脚不干净的给顺走了？苏小小直接上手夺过鞭子，将牛车赶走了。忽然他闻到了一股高粱的酒香。苏成不饮酒，他大喝一声：给我站住！2个壮汉大步流星地朝苏小小抓去。苏小小二话不说给了他一脚。这2个尚算容易对付，张刀则不然了。爹，你来啦！张刀回头发现自己被耍，死胖子人呢？我来啦！苏小小一屁股朝张刀坐了下来。我操！张刀被坐晕了。老李头把牛车赶到苏家门口，苏小小只拿走了自己的东西。苏胖丫拼死和那几人打了一架，不是为了抢这些东西。脚底似乎踩到什么，他低头一瞧，可不正是他丢失的钱袋吗？老李头打开钱袋，里头的铜板不仅1个没少，还多了10个。他给车钱了。他看向苏家紧闭的房门，眼神变得复杂。他受伤了，这副身体的痛觉神经异常发达，至少怕痛10倍。这会儿没了旁人，好疼啊！苏小小的眼泪哗啦啦的。这副身体不仅痛觉神经异于常人，就连泪腺也分外发达，压根就控制不住的那种。等这副身体哭够了，苏小小拿出碘伏给自己消了毒，随后去了灶屋。从今儿起，你叫苏大虎，你叫苏二虎，你叫苏小虎。哎呀，大丫回来了！姐，苏二狗喊了人。爹，你刚刚在给他们取名字？嘿嘿，对呀，爹取的名字好听吧？你不觉得听起来和我跟二狗像是一辈儿的？有吗？算了，爱怎么叫怎么叫吧，反正只是几个小名儿。你怎么知道他们谁是老大，谁是老二，谁是老三？你看啊，1个旋儿，2个旋儿，3个旋儿，这就是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。啊？苏小小去了一趟魏婷的屋，给魏婷换药。哎呀，真累啊！魏婷倒抽一口凉气。哎，你醒啦？哼，防着谁呢？你现在就是砧板上的鱼，捏死你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。你白天醒过了？魏婷何止醒过，还和他家人深入交流过。我爹知道吗？魏婷给了他一个看傻子似的眼神。看来是来过，
那他和你说什么了吗？他说有人偷袭我，是他赶走的对方，救了我和孩子，让我以身相许，做你们苏家的上门女婿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哼，你以为我不知道那个背后偷袭我的人就是你爹吗？想让我娶贼为妻，认贼作父，做梦！这就很尴尬了。虽然我爹绑了你，但我也治了你，扯平了。既然你不打算以身相许，那咱们之间的账就得好好算个明白。伙食费、住宿费、医疗费、看护费，一日20两，一月算你500两，托儿费100两，3个孩子就是300两，现结，概不赊账。大丫啊，几个孩子写好了？女婿醒了。女什么婿啊？已经穿帮了好吗？爹，我饿了。我靠！魏婷，你节操呢？说好的绝不娶贼为妻，绝不认贼作父，怎么一转眼你就变卦了呢？饿了呀！行，我去做吃的。不是，你故意的。不然呢？你真以为我会心甘情愿做你相公？你不愿意做，我还不乐意要呢。我马上把你送到衙门去，看你怎么横。全村都知道我和你成亲了，我进衙门，你就不怕会连累了你们自己？我怕什么怕？你出去打听一下，我苏大丫的胆子是不是吓大的？是吗？那方才躲在屋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哭包是谁？不是我没有。对，不是你，小狗哭的。等等，这家伙听见我哭了。方才我又是给他换药，又是给他量体温，他全程装死呢是吧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在贪图你的美色？难道不是吗？呵呵。苏小小拿了一面小铜镜过来，唰的放到了魏婷的面前。魏婷不下意识的朝铜镜里看了一眼，而后她虎躯一震，苏小小的心情瞬间畅快了。望着满满一大桌菜，咱家是要过年了吗？不对，过年也没吃这么好。可是当苏成和苏二狗看到那一大波豆花肥肠时，又不敢动筷了。怎么不吃？苏二狗硬着头皮夹了一筷子。爹，你先吃。爹，你吃。爹，先吃。爹，我减肥，不能吃这个。爹，你不会是不敢吃吧？怎么会呢？怎么会呢？那你就是不疼我了。苏成浑身一抖。我姐怕不是有大病啊，真的摔坏脑子的那种。嘿，这一家子可真好玩。苏成和苏二狗最后自然是吃了，并且一发不可收拾，最后一块肥肠谁也不让谁。苏小小无情夹走。爹，你不是减肥吗？我减了1天了，奖励一下自己嘛，明天再减。顺带着把剩下的半盆红烧肉也给干了。爹，你在吗？在。苏成正坐在小马扎上，点着一盏昏黄的油灯，笨拙地缝补着苏二狗的一件棉衣。二狗长大了，这件棉衣小了，不用补了，我给他买了新的。好。把二狗的衣裳放一旁，拿起自己的旧棉衣。他的棉衣是最破的。你的也不用补了，不是很贵的那种，以后有钱了给你买更好的。苏成看着女儿递过来的崭新棉衣，眼眶一下子红了。
这是你第一次给爹做衣裳啊？买的。买的咋了？都一样。哎呀，成了亲了就是不一样啊！闺女长大了，你放心，我会对女婿好的。不是，这又干魏婷什么事？我买的衣裳，那家伙连根手指头也没动，你对他好什么？大丫啊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去歇歇吧。啊，那你也早点睡。房门带上了一上。哎呀妈呀，太感动了！我的老爹呀，乡亲们知道你是这样的苏恶霸吗？苏小小拿了3套小的给3人换上。站起来我看看。 3人乖乖的站起来，在床上蹦来蹦去，裤子大小也正合适，不踩脚，也不会往下掉。好啦，今天就玩到这里，该睡觉了。娘，谁叫的？不可以乱叫，知道吗？我不是你们娘。3小只依旧只是这么看着他，他叹了口气，算了，他们还小，听说小孩子刚学说话时都是乱叫的。苏小小依旧努力的起了个大早。哎呀，今天天气不错，出去转转。爹说的对。3小只也点头点头点头。还没吃早饭呢，回来再吃。说罢，苏成带着苏二狗和3个小豆丁雄赳赳的出门了。碰到的第一个乡亲是去地里挖萝卜的周婶子。我没钱了。苏成嚣张的走上前，拍了拍自己的袖子。新衣裳，我闺女买的。我姐买的。我娘买的。自己吃药。你给我吃的是什么药？他从未见过如此奇怪的药。哟，当了我家女婿不够，还想打听我家祖传秘方啊？你，谁打听了？算了，先去捡点柴火。小吴氏也是来捡柴火的，可是他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柴火撒了一地不说，自己的脚还被卡住了。苏小小走了过去，扎马步，用尽全力将树端给抱了起来。小吴氏赶紧把脚给挪了出来。累死我了，只是一点淤青，没大碍，能走吗？小吴氏怯懦的点了点头，弯身去拾地上的柴火。看着他一瘸一拐的样子，苏小巧叹了口气，帮着他把柴火捆上，扛在了自己的肩上。跟上。小吴氏怔怔地看着抢了他柴火的苏小恶霸，不敢违抗对方的话。苏小小把柴火放在他的家门口之后就走了。姐，我们回来了。哎，怎么只有你们4个？爹呢？姐，你去捡柴火了，这种活我来就行，你别上山。我要减肥。你还没说爹去哪儿了？哦，爹被人叫去镇上了。隔壁的灶屋后，小吴氏正蹲在地上摘苞米。吴氏，帮个忙。小吴氏深吸一口气，终于来了。苏胖丫要讹他。苏哥可真是大忙人啊！这么多年来也不看看小弟我。老弟啊，今儿找我有何事啊？五爷前几日派人来找我了，问我可愿跟着他去府城。五爷，连县太爷也不敢轻易招惹的狠角色。老弟得了五爷的关照，前途无量啊！前途无量。老弟啊，你是来与我道别的吗？来，走，我请你去春风楼喝几杯。喝酒就不必了。苏哥若真有心为我饯行，不如送份薄礼给我。行啊，你想要什么呀？但凡是哥有的，一定给你弄过来。你有？
你的宝贝闺女苏大丫呀。啊呸！张刀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宝贝闺女回去没跟你说啊？啊？我今日不把场子找回来，以后我张刀是没法在道上混了。你的伤是大丫弄的？哼，少他娘的给老子装蒜啊！不想把人交出，留下一只手。我留了，你就能放过大丫吗？那得看我心情了。兴许一高兴，哼，就不和那个死胖子计较。你说你为了一个又胖又蠢、根本嫁不出去的女儿，你搭上自己一只手，这值吗？啊！你他妈给老子再说一遍，谁是死胖子？嗯？死胖子，死胖子又蠢又笨，你是不是忘了老子当年是怎么把你从群山匪里弄过来的？是啊，他怎么忘了？他们遭遇山匪，镖被劫了，他也被抓了，是苏成单枪匹马拼死把他和镖带出来的。苏成的右手几乎废了，只要打不死就往死里打。张涛，老子不惹你，你真当老子怕了你了？欺负到老子女儿头上，你他娘的是活腻了！而在后院把守的打手自然早就听到了动静，不过他们以为挨揍的是苏成，他们越听越不对劲儿，终于是一窝蜂地冲了进来。放开我爹！正所谓软的怕硬的，硬的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。一番殴斗下来，10几个小混混竟然全都被干翻了。张涛，你他妈给老子记好了，再敢把主意打到老子闺女头上，老子剁了你！这一架打得狼狈，唯一没有受伤的是苏小小，倒不是他的身手最好，是家里的2个男子汉替他承担了全部的火力。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二狗说你被张刀的手下叫去镇上，我就猜到出事了。下次别来了，我能应付。你就不问问我是怎么得罪张刀了？这有什么可问的？你再怎么也不会惹到他头上，摆明是他欺负你。哎，吃亏了没？这个与想象中截然不同的回答令苏小小愣了一下。没有。哎呀，我和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在外面闯祸，要听话，要做个乖孩子，别让家里的大人操心。这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他们怎么就不针对别人呢？只针对你呀？你先找找自己的问题。苏小小小时候听到的最多的就是这些语重心长的鸡汤。你不怪我回来后没告诉你把张刀打伤的事？要是我说了，你今天就不会毫无防备的去见他。哎呀，你没吃亏就好，我不去见他，他总有一天要找上门来的，这不都一样吗？再说了，你是16岁，又不是60岁，干嘛考虑那么多呀？哎，对了，你们俩都来了，谁看孩子呀？我找了人。嘿，大虎、小虎、二虎。那个，他们要来这里等。今天多谢了，他们没闹腾你吧？啊，没闹腾我。就是弄哭了半个村的孩子。我就知道，他们很乖的。小吴是硬着头皮。啊，你儿子很好带。这些点心你拿回去。小吴是不要。收下。苏小小凶道。小吴是战战兢兢的收下了。那个，没什么别的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呀，也是个可怜的人呐。一旁的苏成叹了口气，难得没抠搜。爹，我进来了。哎，还没睡呢。你买药了？这些是上次从基地药房装进急救包的中药，有消炎镇痛、活血化瘀的功效。昨天去镇上，顺便买了点伤药。
你把脚放进来泡一下。嗨，给女婿就成了，我这用不着。你老想着他做什么？让你放进来就放进来。苏老爹乖乖的把脚放进了木盆，他的右手今日是和张刀干架，才再次损伤。这次若是不能治愈，苏老爹的右手就只能是彻底废掉了。没事，不疼。我会想办法医治你的手，在那之前，这只手不许再使劲儿。呀，说了没事了，花那些个银子干啥？姐，你坐下。拿了一瓶金疮药过来，细细涂抹在苏二狗的患处。疼你就说。嘿嘿，不疼，姐。啊？我觉得你摔坏脑子后，对我和爹比从前好了。是吗？是啊，爹说的对，女人有了相公就是不一样。姐，我以后会对姐夫好的。那家伙在家里白吃白喝白住不说，还总蹭他的功劳，是怎么一回事？不睡他一回，我真亏。姐，你说啥呢？就他那副猪头脸，我很容易进入贤者时间。我姐又犯病了，说的我一个字也整不明白。你儿子多大？2岁半。他们谁是老大，谁是老二，谁是老三？头上有一个发旋的是老大，2个发旋的是老二，3个发旋的是老三。还真让苏老爹给蒙对了。苏小小惊讶极了。那他们叫什么？你打听这个做什么？哼，不说就算了，以后我就大虎、二虎、小虎的叫。那什么，你在外面养伤没什么，可几个孩子这么久不回去，你家那位不担心吗？什么？他们的娘。他去世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妻子。她不是我妻子。啊？搞什么？人家给你生了3个儿子，到头来连个名分都没有，渣男。他是。魏婷说到一半，察觉到不对劲儿，扭头一瞧，苏小小已经出去了。我要去镇上，你们想和我一起吗？2刻钟后，苏小小带着3个雄赳赳的小豆丁出了门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。牛车上围了几个要去镇上的村民，一见他要坐牛车，全都一哄而散，只有小吴氏没走。哟，是胖丫儿啊，带儿子去镇上呢。苏家3口是村中恶霸，这个王赖子其实也不是什么好货色。苏小小懒得理他，他看了眼怯怯弱弱的小吴氏，嘴角一勾，在他身边坐下。大妹子，去镇上呢？小吴氏不是的，往一旁挪了挪。买啥呀？一会儿我帮你拿。他的腿已经贴到小吴氏的腿了。下一秒，苏小小唰地站起身来，一脚把王赖子踹下了牛车。呸！苏胖丫儿，你踹老子干嘛？看你不顺眼，踹就踹了。怎么不服气啊？你，苏胖丫是在替小吴氏出头吗？不可能，苏胖丫才没这么好心，可我也没惹他呀。王赖子死活想不通，骂骂咧咧的走了。那个，多谢。闪开，快闪开！车夫惊慌大叫。你们3个！危机意识挺强，一个锦衣少年自2楼破窗而出，毫不犹豫地朝那匹马撞了过去。马被撞倒之后，挣扎了几下，少年拿出一方蒙汗药帕子，捂住他的口鼻，将他迷晕了过去。少年似乎也受了伤，神情十分痛苦。你没事吧？没。小公子，你怎么了？你别下奴婢啊！出事的是一个5岁的小男娃，被栗子给噎住了，他的脸色迅速发青。苏小小抓住少年脱臼的胳膊，啪的一声给他复了位，随后
也不管少年如何惊讶，快步冲进了谨记。哎呀，你哭啥呀？快找大夫呀！医馆就在前边，赶紧把孩子抱过去。把孩子给我。这孩子明显缺氧了。一般来说，缺氧超过1分钟，呼吸会停止；超过3分钟，会发生脑水肿。哪儿来的村姑？捣什么乱？唉，老张家的就是这么噎没的呀，没法救的。是啊，去了医馆也没辙。医馆太远了，你来不及的，我能治他。哎，哪来的臭婆娘，还不给我让开！你想害死这孩子吗？他可不管这病能不能治，总之不能在他的铺子里出事儿。得罪了。抢孩子了！抢孩子了！姑娘，这孩子快没命了，你别添乱呐。让他治。苏小小赶紧坐下，让孩子趴在自己的左手臂上，头朝下，用手掌托住他的下巴。随后他开始拍打孩子的后心位置，1下2下3下，拍到第5下时，孩子猛地吐出了一颗栗子。孩子夺了呼吸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。小公子，你吓死奴婢了！哎呀，你快别哭了，给孩子喝口水吧。方才多亏那位姑娘了，赶紧好好谢谢人家，不然你家公子就救不回来了。我呀，活到这个岁数，真是头一回。那姑娘人呢？大虎、二虎、小虎。他焦灼不已之际，三小只自一家首饰铺子里滋溜滋溜地跑了出来。哎，夫人，您的孩子……不是我的孩子，别瞎说。伙计一惊，刚才3个小家伙跟在这位夫人身后，大摇大摆地走进来，他还以为他们是一起的。知道去铺子里等，真聪明。年关了，大街上人牙子多，铺子里就安全多了。被表扬了，3小只害羞地红了脸。肚子饿不饿？3人点点头。你们是想吃饺子啊，还是想吃汤圆？老板娘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孩子，忍不住问道：哎呦，姑娘，他们是……我儿子。 3小只一愣。哎呦，3个儿子，您真有福气。饺子、汤圆，吃哪个？娘。吃啥？3小只眼睛亮亮的。苏小巧撇过脸，小声嘀咕：别这么看我，我也是第一次给人做娘，不一定做得好的。吃。一个小豆丁指着饺子说。二虎、小虎要了汤圆，4人围着小桌坐下，热气腾腾的饺子和汤圆端了上来。娘，你吃。你们吃，我不饿，小心烫啊。你们会说自己的名字吗？他想知道他们的本名。3人歪着小脑袋想了想，齐齐点头。苏小小小眸子一亮。那你们叫什么呀？大虎，二虎，小虎。哦，原来那会儿你也在谨记啊。你现在是想问我，到底用什么法子救了那孩子的？还望姑娘不吝赐教。嗨，太客气了。你想知道，我告诉你便是了。当真？你是郎中吧？正好，我这儿有瓶金疮药。你想不想要？便宜卖给你啊！不买你的药，你还会教我夜时的抢救之法吗？会啊，不过你好意思白嫖吗？郎中嘴角一抽，多少钱一瓶？念在是同行的份上，卖你5两银子好了。5两？你怎么不去抢？那你就让别的医馆白嫖好了。1刻钟后，苏小巧的手中多了3两银子。他用一副全新的银针与一些治疗伤势的药材抵掉差价，让苏小巧3日后去他家的药铺取货。姑娘，
你买这么多的肉吃得完吗？家里人多，吃得完。这样我收你400文，另外呢再送一点猪皮，还有2个腰子，姑娘要不要？要的话也送给你。好啊。拿回去给魏婷补腰，屠户已经收得很便宜了。作为回报，苏小小从篓子里拿出一碗自己做的卤菜，放在了摊子上。哎，姑娘，你的大肠。不是你的大肠。我的大肠。哎，居然有梅干菜。其余干货几乎销售一空，唯独一篓子蔫巴巴的梅干菜似乎无人问津。这个怎么卖？50文，全给你。好。老婆子有点后悔没喊价。李大爷，这么晚了还没回去，不会是特地在这里等我吧？我就想多拉2个人，不能白跑一趟。小吴氏没说话。方才隔壁村有3个人要坐牛车，被老李头拒绝了。我给你4个人的车钱。老李头含糊地应了声，下车时却只收了他1份车钱。我爹和我弟呢？刚出去了。我的药呢？怎么只剩1瓶了？卖了。谁让你买我的药？拜托你弄清楚自己的状况，你吃我的，喝我的，住我的，还差点用空我的急救包，卖你1瓶金疮药怎么了？魏婷冷冷地忍住了。话又说回来，你身上除了2瓶药，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，你出门都不带银子的吗？魏婷不理他。你肯定有银子对不对？你把银子藏哪儿了？你们不是早就搜过我的身了吗？我要是藏了银子，你们会搜不到吗？那就是藏在别的地方了。少套我的话。哟呵，这警惕性还挺高。你的吃穿用度与钱要，我可都给你一笔笔记着呢。将来你若是还不上，就用肉偿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和娘睡。二虎指了指隔壁。牛蛋和娘睡。小虎和娘睡。提出要求，列举真实案例，使出卖萌大计。你们这是一场有组织、有分工的蹭睡行动啊！嘿，怕，仅此一次。苏小小托腮看着睡得香甜的3小只，她自己都不知道有娘陪伴是什么滋味呢，就莫名其妙给别人当了娘。有的人淋过雨，就想为别人撑伞，一直夜深了，父子2人才拖着疲惫的身躯灰头土脸的回来。苏老爹一头扎进自己屋，晚饭都没吃。苏小小盛了一碗肉汤泡饭递给苏二狗。你们今天上哪儿了？爹怎么了？程叔没了，5天前没的，爹今日才得到消息，赶过去人都下葬了。程叔是谁？爹的一个兄弟，以前跟着爹走过几趟镖，他腿脚不大利索，后来就没干了，日子挺艰难的。你不记得了吧？你小的时候有一回生了一场大病，没钱去医馆，是程叔把他家的老牛卖了，你才有钱治病的。他病得太重，烧迷糊了，是以只有苏二狗记得一家人的绝望，难怪苏老爹那么难过。这几年程家为了给程叔治病借了不少外债，程叔这一走，留下孤儿寡母和一个年迈的老娘，别说还债了，日子都要过不下去了。屋内没有掌灯，苏成呆呆地坐在椅子上。爹，是我，你睡了吗？我进来了。爹不饿。拿着。啥呀这是？借条。何同生还欠15两，等他还了银子，拿去给程家吧。不够的话，我这里还有4两。够了。我们家3口人都可以做事，银子挣总会有的。苏小小不大会安慰人。
我以后不买那些胭脂水粉了，也不吃锦记的点心了，开销不大的。我记得咱家有地吧，等魏婷痊愈了，让她去种地，咱家的粮食就有了，又能省一笔。你看，还挺够用的吧？苏成的喉头胀痛到说不出话来。爹，咱们以后都做正经营生，不讹乡亲们的钱了，好不好？意志，苏小小使出了全部的意志力，将自己从温暖的被窝里抠出来。还好昨天买了食材，本就打算今天去做生意的。等着醒面团的功夫，苏小小分别将红豆和绿豆煮进2口锅里，又把梅干菜泡开，卤五花肉拿了出来。他想做酥皮饼，一层面皮裹一层油酥，这样做出来的酥皮口感才更油润松软。姐，你又做啥好吃的了？烫！苏二狗的嘴里被烫出了一个泡。姐，你做的这个饼比锦记的桂花糕还好吃。苏小小每一种口味都让他试吃了一个。吃饱了吗？差不多。那就收拾一下，准备干活了。啊？干什么活？1刻钟后，姐弟2人背着篓子去了镇上。姐，咱们上哪儿卖啊？集市吗？不去集市。那去哪儿啊？咱们去锦记的对面。姐，锦记就是卖点心的，多少铺子开他对面全都倒闭了，咱们去和他抢生意，抢得过吗？抢生意？你多虑了，就这么2篮子饼，卖不了几个人。也许将来某一天，我们真能和锦记抢生意也说不定呢。姐，你怎么比我还爱做白日梦呢？好啦，卖不卖得动，一会儿就知道了。苏小小找了一个合适的位置，把饼子拿了出来，又换做别的小贩，兴许不会引起多大的关注。可是苏小小是一个200多斤的胖子呀，谁走过去不多看他2眼？姐，我来端饼子吧。不必，你有别的任务。吃。咱不是要卖的吗？你不懂，这叫吃播。他吃到第3个饼子时，终于有个小姑娘被馋得不行了。娘，我想吃那个。你这饼子咋卖嘞？10文钱一个，有3种口味，白芝麻是红豆馅，黑芝麻是梅干菜肉馅，双芝麻是绿豆馅。肉包子才2文钱一个，你这一块巴掌大的小饼就卖10文钱呐，这也太贵了。糖放得多，很甜的，梅干菜里有肉，馅料很足。古代的糖很贵呀，成本摆在那儿，他这已经是良心价了。不如您先尝尝，好吃再买。啊？苏小小用干净的纱布包住手，现场切了3个饼，每一种口味都让妇人和她的孩子试吃了1小块。娘，好吃好吃好吃。一样来2个吧。刚开张的生意，我多送您1个。您看要哪个口味的？那来个梅干菜的吧。好嘞，二狗收钱。苏二狗难以置信，这才多大一会儿功夫，就挣这么老多了，比他和爹挨家挨户讹钱还快呢。有人质疑是托，也有人真心好奇。哎呀，是他呀！谁呀？他，就是我和你说的救了那个噎食孩子的胖村姑。哎，没错，是他是他。我去买他个饼子尝尝。哎喂，再有2个就到我们了，排了小半个时辰了。这种酥饼，锦记也是有的。可是我的比较好吃。难吃我也买了，谁让我敬你是个女中豪杰呢？给我来10个。苏小小包了10个给他。你这饼子有什么名字吗？锦记的就叫酥饼。苏小小想了想，说道：老婆饼。点心卖的比想象中的顺利，不到半个时辰，100个饼子全卖完了。嘿嘿，姐，你猜咱今天卖了多少个铜板？ 780文。啊，姐，
收钱的明明是我，你怎么知道？是吃了12个，送了1个，你吃了3个，压坏了6个，剩下78个，一个10文。姐，你不是摔坏脑子了，你是把坏掉的脑子给摔好了吧？苏小小对憨憨弟弟无语至极。姐，咱明儿还来卖饼子吗？来，还是来锦记？继续蹭锦记的流量。好嘞。苏二狗很高兴，卖饼比讹钱容易多了，还能一个劲儿的吃，管饱的那种。姐，我最喜欢梅干菜的。走吧，去集市买点食材。姑娘，哎呀，你可算是来了，不然我正寻思上哪儿去找你呢。找我？啊，是这样的，你昨天做的卤大肠还有吗？比俺娘做的还好吃啊。你是来问我卤大肠怎么做的，还是想找我买1碗卤大肠？这个，那买怎么卖？不贵，20文1斤。一整副猪大肠20斤，卖10个铜板都卖不出去，他是怎么敢喊这个价的？你买的话，只收你10文钱。便宜这么多？这小村姑不会是看上自己了吧？那么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年轻屠户脸红了。苏小小路过卖干货的小摊时，又遇见了上次的老妇。梅干菜60文。上次卖50文亏了。哦，今天我不要梅干菜。姐，来人了！来谁了？你这么慌？是舅舅和舅母。苏小小搜刮了一番原主的记忆，就不难理解为何陈家人上门，苏二狗会是这副反应。因着妻子的缘故，苏成对陈家人格外容忍，苏大丫和苏二狗也不太敢与陈家人叫板。哎呦，这不是大丫吗？苏二狗躲在他姐身后。二狗，叫舅舅舅母。苏二狗不情不愿地探出头。舅舅舅母。哎呀，这才多久不见呢，二狗都这么高了，大丫也这么胖了。苏小小替他把话说完。黄氏讪讪一笑。二狗，去灶屋烧点水，给舅舅舅母泡茶。哎，你爹呢？他不在家吗？啊？爹出去了，不知道今天回不回。舅舅舅母来的不巧了。反正你爹也不会反对的，舅母和你说也是一样的。舅母想和我说什么？何同生的事儿。我跟你舅舅听说了，那同生真不是个东西，竟敢如此羞辱你。哦，所以舅母是来替我出头的。啊，这出头是肯定的，赶明儿个让你舅舅上门，把那姓何的揍上一顿。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就去揍。哦呦，你就直接告诉他你是来说亲的。给我说亲？哎呀，是啊，大丫，你看你年纪不小了，又被姓何的悔了婚，日后怕是很难再找到婆家。我和你舅舅总不能让你一辈子孤苦伶仃的过下去，不是？那么舅母是打算给我说哪户人家？那自然是我们陈家呀，嫁给你表哥，亲上加亲。大表哥19，的确是到说亲的年纪了。是你二表哥。二表哥可不是舅母的亲儿子，是他舅舅陈峰在外头带回的私生子。苏小小一副嫌弃的样子，撇了撇嘴儿。原来是给那个私生子说亲，我还当是让我嫁给大表哥呢。你大表哥可是秀才。舅母的意思是，我高攀不上大表哥呗。哼，一个臭名昭著的胖丫头，当然配不上我儿子。可你也不要说出来呀。你大表哥就是个书呆子，不懂得疼人。你二表哥和你年纪相仿，他跟我提过好几次了，很是中意你。再说了，你爹不是想招个上门女婿吗？谁家让长子去给人入赘的？哦，原来是入赘。你放心，
咱们一家亲戚，我们绝对不会拿了彩礼银子又做出悔婚的事儿。重点来了，舅母想要多少彩礼银子？虽说你成过一次亲了，是个2家的妇人，可陈家不会嫌弃你的，舅母更不会乱要彩礼银子。你爹给何家多少，到时候也给陈家多少就是了。听听，这是什么失扯的大语气，活像是自己当了活菩萨，吃了多少亏似的，既能摆脱一个碍眼的私生子，又能顺道捞20两彩礼银子，简直就是一桩一举双得的美事。何同生好歹是个同生，二表哥凭什么也要20两彩礼？哎，你这丫头怎么说话的？那是你二表哥，我还是你亲外甥女儿呢。20两彩礼银子，除非让大表哥来，否则免谈。哎，你，哎呀，一个又丑又胖的蠢丫头，竟敢肖想我的秀才儿子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我呸！舅母舍不得吗？二狗，送客。哎，姐，咋送啊？哼，我让二郎娶你那是可怜你，又胖又蠢，好吃懒做，名声又差，几个村的乡亲全都看你笑话，你真的以为自己还有人要吗？大丫，你舅母的话虽然难听，但也是事实啊。你们家要是拿不出那么多彩礼，少些也可。哎，不许少，少了大郎的亲事怎么办呢？如意算盘打得真好啊，可惜了，这个冤大头我苏大丫不做。苏家动静太大，引来了不少乡亲们。哎，胖丫啊，我儿子给你做上门女婿，你给2两就够了啊。去，你哪来的儿子？众人哄笑。大丫丫，舅母是为了你好，你只有嫁给你二表哥，以后才会有好日子过。舅母，我有相公了。我不信，有本事你叫他出来。苏胖丫没骗你，他真的成亲了，我们全给了份子钱的。是啊，给了3份呢。人家还带着仨拖油瓶呢。就是一直没见过。胖丫，不会是你相公丑的没法见人吧？啊？出了什么事？完了，要是魏婷不配合，说他不是他相公，他就无法收场了。家里怎么这么吵？习惯了魏婷的冷嘲热讽，冷不丁他说话语气如此温柔，苏小小不由得懵了一下。二狗，他们是舅舅舅母。哦，原来是舅舅和舅母。你是我姐夫。好奇怪的感觉呀，明明他很怕舅舅舅母的，可姐夫一出来，他顿时感觉自己有底气了。舅舅舅母，今日上门所为何事啊？我相公，舅舅舅母是来拆散我们2个的。啊，我几时来拆散你们了？舅母方才不是还在给我说亲吗？说天底下除了二表哥，没有别的男人会真心对我好。我又胖又蠢，没人要。谁说的？你一点也不胖。那我蠢吗？魏婷深吸一口气，笑容不变。不蠢，很聪明。相公，你会不要我吗？你适可而止了你。我是你相公，当然不会不要你。相公，你最好了。苏二狗浑身一抖，哎，姐的作劲又上来了，被强行塞了把狗粮的乡亲们，妈蛋的，撑饱了。相公，舅母说大表哥是秀才，我配不上大表哥，改天你也去考个秀才回来，光让我们苏家的门楣。人已经走了，魏婷1秒变回冰山男。哟，这么快，还没演够呢，满意了？爹爹辛苦了，给爹爹捶腿腿。这次一次，下次我可不会再帮他了。
锤到伤口了。三小只今晚又来蹭睡，被苏小小狼心似铁的拒绝。没睡多久，西屋传来了苏二狗的尖叫：“哎呀，尿了尿了！姐，这可怎么睡啊？”二狗去爹那边睡，大伙二伙小伙来我屋里睡。看着再一次蹭睡成功的三小只，真的是最后一次了。三小只点头点头，闭上眼睡觉。三个孩子的睡相不敢恭维。苏小小一觉醒来时，身边一个娃都没有了。苏小小把他们塞进被窝摆好，挨个戳了戳他们白白嫩嫩的小脸蛋，自动脑补扑叽扑叽的音效，一下子把自己给逗乐了。魏婷的烧退了，自然就醒得早了。他一瘸一拐的去后院洗漱，却一眼瞧见了坐在寒风里闷头洗衣的苏小小。不用说也知道，苏小小洗的是被三个小崽子尿湿的床单。他没有一丝怨言。为何呢？苏小小如今能做的运动不多，只能把家务抢来做了。苏小小一边洗一边哼小曲儿。魏婷看着他乐在其中的样子，觉得自己越发看不懂他。哎，你起来了？魏婷微微一怔，这才意识到自己适才竟然对一个小胖丫头出了神。他定了定神，你那么吵，谁睡得着？我天天那么吵，也没见你睡不着。不想和他计较，一瘸一拐的从他身边走过去，打算自己打水洗脸。奈何他高估了自己的行动能力，一脚踩空。他一会儿还得做饼子呢，水不能弄脏了。他的力道可能有点大了，直接拽过了头。魏婷，你可以起来了。魏婷没动。喂，虽然我很胖，但你也很重的。魏婷仍旧没动。这魏婷好像被他给闷晕了，忘了自己是一个波涛汹涌的小胖子了。你姐夫在后院摔倒了，去抬一下。摔倒了不是扶一把吗？为什么是抬呀？咋摔的？没事吧？没事儿，睡会儿就好了。苏小小总不能告诉他魏婷是被自己的豪华海景房给闷晕的。抬进去吧，别把你姐夫冻坏了。好嘞。